很多人跟我说："素，稳定币多好呀，稳定安全还能赚利息，比美元都好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稳定币真的完美，为什么还有人说它可能是下一颗金融雷？今天呢，我们一次性讲透稳定币到底有哪些风险，你的钱安全吗？先说结论，稳定币稳定，但不等于绝对安全，它存在至少3类风险：第一，脱钩风险；第二，平台和信用风险；第三，法律与合规风险。只要你用稳定币，这些风险你都绕不开。稳定币最大的卖点是1:1锚定美元，但是历史上多次发生稳定币跌破1美元甚至崩盘的事件。最典型的案例就是 UST 的崩盘。2022年，Terra 生态的稳定币 UST 市值曾经高达180亿美元，号称算法稳定币，通过套利机制维持1美元锚定。结果呢，短短几天内就跌到了0.1美元，99%的市值蒸发，投资者血本无归。为什么会脱钩？因为算法稳定币依赖市场信心维持锚定，当信心崩溃、抛售潮出现，算法机制无法承载，稳定币就会瞬间失去锚定。即使 USDT、USDC 等法定储备稳定币也曾经短暂跌破锚定。2025年，算法稳定币的市场份额不足2%了。UST 崩盘之后呢，市场转向了法币储备型，但后者仍然面临美债波动风险。法币储备型稳定币80%的储备是短期美债，如果美债收益率飙升，比如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引发赎回潮，并且加剧脱钩。美债的价格和利率是反着走的，美联储一旦加息，新发的国债利息更高，那老国债没人要了，只能打折卖。美联储一加息，比如美债利息涨到了5%多，你一看呢，我拿着稳定币没利息，不如赎回换成现金去买高息的美债。这种套利行为会触发大规模的赎回。要是很多人同时想把稳定币换回现金，那公司就得赶紧卖美债换钱。如果市场恐慌，大家集体抛售美债，美债价格会暴跌，公司的资产会缩水。很多人怀疑他会还不起钱，于是更加疯狂的挤兑。最后呢，稳定币就连1美元都不值了。比如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USDC 一度跌到了0.87美元。机构用户呢能优先赎回，散户只能干等着排队。2025年就发生过菲律宾劳工的 USDT 因为赎回延迟贬值3.2%，钱没赚到还赔了。Tether 公司玩得更滑，他曾经玩借钱炒债，公司用美债抵押再去借钱加杠杆投资，如果美债跌了，那债主呢就会来催保证金，他就只能贱卖资产，恶性循环。这些事情一再提醒我们，稳定币并非绝对的稳定，而是依赖市场供需和发行方的资金调度能力。你购买稳定币之后呢，通常会存放在交易所、钱包或者是第三方平台赚取利息。这里面潜藏着2大风险：第一，平台破产跑路风险。加密行业发生过多次平台跑路或者破产的风险，比如 FTX 崩盘，用户资产被冻结。Celsius、BlockFi 暂停提现，一旦平台破产，你的稳定币可能被冻结，甚至是无法追回。第二呢，发行方的信用风险，稳定币公司是否真的持有足额的美元或者美债的储备呢？USDT 的发行方 Tether 长期被质疑储备不足、透明度不够。USDC 的发行方呢 Circle 储备透明，但是仍然可能受到银行倒闭等系统性风险的短暂影响。如果发行方因为合规或者流动性问题无法履约，那用户呢就可能无法按照1:1赎回美元，导致损失。稳定币虽然方便跨境支付和资金的自由流动，但是也面临着监管不确定性。首先，它被各国监管限制，部分国家禁止或者是限制使用稳定币用于支付，甚至封禁加密交易所，导致稳定币的流动性下降。还有就是资金被冻结的风险，如果稳定币的地址和非法资金往来相关，或者涉及洗钱制裁名单，你就可能会被发行方或者平台冻结。比如 USDT 和 USDC 都曾经配合执法冻结过部分地址的资产。还有就是未来政策变化的风险。美国正在推进稳定币立法，要求稳定币呢必须持有100%的储备接受监管审计。未来稳定币会面临着更高的合规成本，影响它的收益率和使用场景。再有就是汇率和购买力的风险。即使稳定币稳定在1美元，美元本身长期在贬值。过去30年，美国累计通胀超过100%，也就是说，你的1美元购买力缩水了一半，那你持有稳定币本质上依旧是持有美元，无法抵御长期的通胀和购买力下降的风险。很多人以为稳定币等于无风险，是因为看似它锚定美元很安全，它转账快而且便宜，平台还给你闲置资金年化3%到5%，看起来好像比银行定存的利息还高。
但是加密行业本身就充满了高波动和黑天鹅的事件，再安全的稳定币也无法完全规避信用流动性和监管的风险。那普通人如何正确应对稳定币的风险呢？首先啊，你不能把稳定币当做长期投资工具。稳定币适合用于短期的跨境支付或者购买加密货币，不适合作为长期持有的增值工具。第二呢，只在合规平台使用稳定币，尽量避免小平台和不知名的钱包。第三就是控制你的资金量，不要把大额资金全部换成稳定币，只将你的流动性需求部分或者跨境转账的部分呢使用稳定币，避免系统性风险冲击带来巨大的损失。第四，搭配其他资产的配置。如果你想保值抗通胀，那么黄金、债券、优质股权资产才是更长期有效的选择。稳定币只是美元现金的替代品，并不等于真正的财富增值路径。稳定币是加密世界最稳定的资产，但不是无风险的资产。它的稳定性依赖于信任、储备、监管和美元体系，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触发风险。还有观众问素，除了美元稳定币，其他国家有没有稳定币？未来人民币、欧元、日元都会出稳定币，是不是能够取代美元稳定币？这些问题都很棒，但是答案并不一定是你想象的那样。接下来呢，我来讲哪些国家有稳定币，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未来能不能超越美元稳定币？先说结论其他国家确实存在布局稳定币，但是目前规模都很小，美元稳定币依然是绝对的主导。未来能否超越，关键取决于贸易需求、信任基础、政策环境和资本流动自由度。目前市场上呢，美元稳定币 USDT、USDC 市值占据了95%以上，但是确实存在其他法币锚定的稳定币，包括人民币稳定币 CNH、CNHC，主要在香港等离岸市场出现，锚定离岸人民币，但是用途有限主要是用于跨境电商香港部分交易所的结算。第二个就是欧元稳定币 EURC、EURS， 你像 Circle 推出了 EURC，Stasis 推出了 EURS， 他们锚定欧元，服务欧洲区块链生态，但是市值规模极小，还不到1亿美元。第三就是日元稳定币，由 GMO Trust 在美国发行锚定日元，主要用于加密生态内的结算和流转，市值也非常小。还有新加坡元稳定币由 StreetsX 发行，用于新加坡及部分东南亚加密支付和结算，市值大概4000万美元左右。所以呢，非美元的稳定币目前呢，大多数算是实验性的产品，市值比较小，流动性和使用场景都很有限。那为什么这些稳定币做不大呢？表面上看如果能锚定本币发行稳定币，理论上有利于国家货币国际化，但是在现实中呢，会遇到几个障碍。第一就是资本管制和跨境限制，比如说人民币和新加坡元都存在着资本项下的严格管制，限制了稳定币的自由流动，就抑制了市场规模的扩张。第二就是缺乏全球支付的需求，美元是全球贸易和能源结算的主要货币非美元稳定币呢就缺乏这种大规模的使用场景。第三就是信任和政策限制，部分国家本币稳定性不足，比如说阿根廷比索、土耳其里拉，那市场不愿意持有锚定弱势货币的稳定币，更倾向于持有美元稳定币来避险。第四个原因就是缺乏完善的合规和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发行主体、监管合规、清算结算体系等不完善，也会导致它们流动性不足。当然，即便困难重重，很多国家依旧在推动稳定币，原因就是要推动货币数字化和国际化，降低跨境支付的成本，增强金融科技的竞争力，减少对美元稳定币的依赖。特别是中国香港在2025年呢正式通过了稳定币的立法，吸引了包括人民币稳定币在内的发行项目落地香港，和美元稳定币形成了局部竞争。还有的观众问央行数字货币和稳定币有什么区别？那我们先来看稳定币，它是由企业发行的，锚定的是法币，在区块链上流转，需要用户信任发行方和储备。那 CBDC 呢，就是由央行直接发行的，有国家信用背书，可以视为法币的数字化。目前呢，中国的数字人民币 eCNY， 欧洲的数字欧元，日本、巴西、新加坡等都在试点 CBDC。未来呢，可能部分替代稳定币在支付领域的角色。但是 CBDC 不可跨境自由使用，稳定币依然是全球加密市场内最便捷的结算方式。如果要让非美元稳定币超越美元稳定币，需要同时满足
大规模的跨境支付和结算场景、自由兑换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发行方的合规透明、市场长期信任和流动性深度。现实看来呢，短期内几乎不可能。但是在特定的区域，比如说东南亚、香港、非洲部分地区，人民币稳定币、新加坡元稳定币等可能形成局部的市场，降低美元稳定币的依赖度。所以呢，美元稳定币啊，依然是跨境转账、资金停泊的主要工具。如果你是做跨境电商的啊，你有境外资产配置的需要，未来呢可以关注人民币稳定币、港币稳定币在香港的发展，可能会给你带来转账和结算的便利。非美元稳定币不适合普通投资者做长期持有或者投资，流动性和市场规模会限制他们的退出和兑换的灵活性。我看还有很多观众啊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稳定币真的能取代美元吗？美元霸权会因此崩溃吗？先说我的结论啊，稳定币短期内不会取代美元，相反，它正在帮助美元延续全球的霸权，只是换了一件数字化的新外套。但这背后呢，隐藏着一场关于财富转移和全球秩序重塑的深层博弈。要理解稳定币是否能够取代美元，我们得先搞清楚美元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的货币。原因呢，主要有3个：第一，就是全球信任美国的信用和军事实力；第二，全球能源和贸易是以美元计价的，就是石油美元体系；第三呢，美国有强大的金融市场，美债、股市流动性深。美元成为全球结算货币，各国都需要美元作为外汇储备和支付，就形成了美元霸权。稳定币本质上呢是数字化的美元替代品，具有便捷转账、低成本、无地域限制的优势。它还可以在加密资产交易、跨境转账中使用。稳定币能流行，它依赖的也是美元的信用体系，因为用户相信一个 USDT 或者 USDC 等于一个美元，所以才会愿意使用稳定币。很多人以为呢，稳定币是在挑战美元的地位，但是实际上，稳定币需要锚定美元或者美债来维持它的稳定。发行稳定币呢，需要购买美债或者是美元存款，等同于帮美国回收美元稳定融资的需求。美元脱离纸钞的形态，借助稳定币在全球加速流通，所以稳定币并非美元的对立面，而是美元在加密世界的延伸。如果稳定币想要取代美元，需要具备全球贸易和能源结算，可以直接使用稳定币。稳定币全球自由流通，受各国政府的承认。全球用户信任稳定币不脱钩，能够永久稳定，以及有足够的流动性覆盖全球的需求。现实当中啊，石油、能源、粮食交易仍然是以美元结算的，各国监管对稳定币的态度也不一样。稳定币规模相比美元和美债市场仍然是微不足道。稳定币呢，还得依赖美元锚定自身的价值，所以稳定币短期内呢是不可能取代美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全球去美元化的趋势确实存在。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推动本币结算，黄金在部分央行储备当中的占比在迅速提升，部分国家发行本币稳定币。但是，即便是去美元化浪潮出现，依然没有其他货币或者是资产能够完全取代美元在全球流动性和结算当中的地位。稳定币不仅无法推动去美元化，反而加深了全球对美元的依赖，因为稳定币本质是美元的衍生品。虽然稳定币无法取代美元，但是它可能会使美元加速数字化，跨境流通效率提升，削弱部分国家的资本管制，冲击部分国家的货币稳定性，在灰色地带，比如说资本流动、避险、资金出海当中呢发挥作用。更深层次的说，稳定币可能会使美元霸权的控制方式发生变化，从原来依靠银行 SWIFT 的系统，到依赖稳定币快速收割全球的流动性。普通人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儿？首先，不要幻想稳定币能让美元消失。未来5到10年，美元依旧是全球结算和储备的主流。稳定币呢，是短期资金流动和转账的工具，而非财富增值工具或者是去美元化的工具。如果你需要跨境支付，稳定币是好工具；如果你想抗通胀、财富保值，黄金、美债、股权资产更重要。好，下一期视频呢，我会讲一讲稳定币未来会如何影响你的财富和生活。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记得点赞、收藏、关注，并且在评论区留言，你认为稳定币未来会替代美元吗？为什么？我是素，用最简单的方式帮你看懂复杂的金融世界。稳定币系列，我们下期见。